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6号，比特币价格已经站上23000美金。那昨天视频有看的朋友，你应该知道我昨天是怎么再给大家唱多的。在整个市场是在大跌的结构下，还敢大胆的跟大家讲，你可以继续给我选择报这个比特币 15K 有抄底或者 16K 有抄底做对的多单。我个人目前还是选择再报，已经来到 23K 了。那今天来聊一下，它短期有没有可能马上突破 25K？甚至去 28K， 不过我估计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震荡，以及昨天在这一个低档压回的位置，是希望朋友们前面我短线有一个单子是在这个位置卖掉，那昨天在这个位置现货是希望朋友们你可以继续买回来，甚至期货可以给我开多，不知道朋友们开多了没有？我个人已经是开了30倍的杠杆，目前是选择看要不要抱住不然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昨天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它有3个技术支持点是同时命中在这一个下影线的位置，也就是日线20MA 压回的这个位置，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买点啊。那现在有买对的话，我个人是看看要不要继续抱住包括昨天 Discord 社群上面，以太坊30分钟也是给了一笔机器人的多单，1540美金附近，止损是没有达到所以现在有做对的朋友。希望朋友们帮我点赞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今天早上比特币30分钟的机器人又是给了一笔做空的建议，是在23600美金附近。那不然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个人的建议是你尽量要短，因为30分钟确实是只是给时间相对比较短的，不一定可以报大长线当然多单有做对，我的观点是趋势目前是还在，你不要去管它，连日线的10MA 都没有跌破，要去做空它干嘛？短线如果有空到一点点的利润，一定速度要快因为我估计可能是还有高点。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其实是这样子再来回顾一下，就这一根空方吞噬，我是把这一根空方吞噬这种下跌给它否定掉，然后昨天是跟朋友们讲。估计有可能类似20年的几个位置，当时涨上来以后也是有空方吞噬，就类似这种它空方吞噬有可能会压得很深，有可能是会压得很深，但是我不选择把多单给它抛掉，因为它有可能就类似这种区间还是会有高点，或者是前面的一些位置，比如说这一根也是类似一根空方吞噬，但是也不像它是一个插入线。也是会有反弹的高点，所以我估计目前可能还是在震荡，甚至这种空方的吞噬，它有一根大跌，最终也是会起来。主要就是因为前面上涨的级别，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KD 指标是穿过80的。那这半年多以来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半年多以来从来都没有见过它 KD 指标上穿这一个80上一次这一根空方吞噬，昨天也是跟大家讲结构不一样，它这边并没有穿过80，特别是这一条黄色的低值也是没有穿过80，所以目前选择还是继续报然后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昨天有聊到的，现在一个走势感觉是柱状也放不出来，没有超过前面这一波上涨的柱状，感觉是在背离。那我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背离的结构是弱于它的趋势，你要遵守的是它的趋势，趋势是还在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波上涨测了一次10MA， 测了2次10MA， 根本就没有跌破过这个10MA， 所以它有可能没有跌破10MA之前，我的观点是你多单给我继续选择报，如果你担心它会破10MA， 你可以选择平一半也可以。那现在还有一个观点是这样子MACD 虽然是在有一点背离的这个柱状，那我前面是有一波行情，在去年21年8月份的时候，这边不是也是有一波上涨的行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位置起来的时候是第2波进攻这个柱状已经也是在背离，后面是再过高再背离，甚至时差红柱都放出来，也会再过高再时差，也会再过高。后面中线整理了一个下降的通道，突破的时候再涨了一波，直接干到 69K。 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管这种背离你应该遵守的大前提就是它的趋势。当然最近的一个结构，我估计有可能这个位置需要震荡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20MA 也要穿过这一个250MA。一般重要的均线有在交叉的时候，我的观点是，昨天为什么收上影线？有可能就是这个位置还是在举行震荡。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跟大家讲，如果有涨上去是不能追的，因为柱状确实是这样子。那你要买的话，就只能找压回的买点。那压回的买点，比特币给的压回点位并不深，不过其他的小币种昨天是压回的非常的深，那就看你敢不敢买。很多人都是在跌的时候不敢买，在涨的时候要想着去追，这种是不行的一个操作。你如果要做期货，我的观点是一定要用自己手上的利润去做，做的前提也是要给自己设一个防守位。你要先学会怎么去输钱，就是你进场之前要想着，我万一是输钱的结构下，那我要怎么设一个止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形态，它这2天是一直在测，感觉这一根 K 线的上沿位置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21,500美金附近也不想去测，那现在又翻了上来，其实可以看到涨的时候也是有量的，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就是它的 Vegas 指标，你要去遵守趋势啊，就是4个小时的 Vegas， 包括日线的均线，目前全部都是正向多头排列了，就是这一个144的通道，它是穿过576跟676成本，而且趋势是在的情况下，那我的观点是，既然日线有趋势，4个小时也是有趋势，你要做的话，破下轨也可以买。当然，比特币给的下轨的位置并不是很深哦，这几天也是一直在观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前面不是跟大家讲，我是担心，如果它真的不马上开启3浪的行情，这一个矩形压力位过不去，那这个中轨万一是没守，那昨天其实破下轨，这是第一个买点的技术知识点。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 Vegas， 一个是踩布林线的下轨，还有一个就是 Vegas 趋势是在的哦。昨天踩的这个点位确实是非常巧妙，前面在高位的时候也是一直选择在狗狗币要不要做多，也是有止损过一次啊。那昨天这个点位现在是命中，命中的话，我的观点是，我个人要选择保，因为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3个技术知识点，一个就是在踩4个小时这个 Vegas 144，还有一个是在踩4个小时布林线的下轨。那现在已经是走了一个 N 型，这个低点跟这个低点连起来，就是一个4个小时的趋势也出来了，包括日线，其实昨天也是在踩这一个20MA 啊。现在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它现在整个矩形到底会不会突破，也是一直在观察量的。如果这个矩形过的时候，我的观点是应该要放量才行啊。包括比特币为什么还是继续选择爆？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金鱼最近的一些动态。前面1月4号到7号的整个区间是有跟大家聊过，当时有2只大金鱼，一个是这一档62名的，买了13800多枚。目前他都还没买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档67名的，现在是变成66名了。前面也是在7号的时候买了12000多枚哦。不过这几天他是又买了，估计是不是买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有在转入。包括其他的一些大金鱼，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档65名的，好像最近也是不是买了12000多枚？至于是从哪里买的，我是没有去研究。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点击进去看他之前的转移的地址是从哪一个地址转过来的。所以我的观点是，2只大金鱼没有卖，那比特币不要去做空啊。很多人为什么还是选择在做空？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是提出要使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法案，感觉是有一点超前啊。如果连美国那边都要把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那我的观点是，未来真的要不使用美元了吗？整个比特币多单还是继续保吧，10万我感觉都有点小。然后我们来聊一下短期有没有可能马上去25K， 也是不排除啊，因为感觉现在空间并不多了。如果从目前的收盘价，我们拉一条直线过去，其实现在在这个位置啊，就差这么几个高点的位置挑战，我感觉是不重要这个位置。经过半年多的下方低档的整理，这些量我估计早就可能在这个位置买的人都已经在这边下撤了，应该这个位置是要过的。短线会不会马上过？其实时间并不好猜，我估计可能震荡一段时间，这个位置会去挑战，甚至到28K 的时候，就是这一个区间，如果有压力的时候，到时候我们看
要不要平仓一部分啊？当然，大长线我的观点还是一样，像这种低点，你可能几年都抄不到一次期货的多单。能守到现在，当时在这个底部守了近有1个月、2个月，能守到现在，你差它这样子回撤吗？会是这样子回撤吗？不用去管啊！我的观点是你继续给我报到10万，甚至未来有没有可能去100万？包括，那我们聊一下昨天在这个位置，也是希望朋友们，你去看以太坊，我是觉得$1500，上一次给的做多的点位是在这个位置，那再压回一次，其实还是给我们机会，它的趋势是还在啊。那短线我的观点是这样子，这一次有没有可能改成不是以10MA 来进攻了？有没有可能以20MA 来进攻？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牛图。